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运成好，各位朋友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运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台湾的家门口啊，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前线的最致命战场了吗？我们来看到啊，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啊，昨天呢似乎啊又来到了我们的海外了哈，而且海巡署呢远洋护卫舰巡护9号呢，昨天侦获了。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画面。叫中国海警船35东央，呼叫中国海警船35东央，正是中华民国海巡署巡护9号广播。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台海和平攸关全球经济的稳定及科技产业的命脉，一旦发生冲突，将会受到世界的制裁。海上稳定才能确保你们的国家发展，请为台海和平审慎行动。好，这个海巡人员他的台词真的是蛮长的哈，但是呢，敌方呢有因此撤退吗？他其实是无视了我方的这些广播警告，然后转向闯入东沙限制水域。那么海巡人员呢是随即这个并航监控，强势驱离，双方就展开了激烈的言辞交锋，在海上对峙，而这已经是2周内的第2次了。来看到，在5月23号的时候呢，大陆海警船也是3501，它也是进入了东沙的相关水域。那跟跟我们的这个军舰对峙了33个小时。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又是这一艘，也是再次进入了东沙岛的东北方海域。2周内发生了2次类似的事件，这显示了什么呢？显示了两岸在南海战略要地的紧张局势正在持续的升温当中。那除了在海上，在空中呢？解放军也是不断的派军机来绕台。好，我们来看到了这个台湾防务部门口日前公布了这个台湾空军 F-16型机6月3号通过了夹舱，拍摄到了这个解放军无真实无人机绕台的画面这个是大陆的报道那军事专家就说啦，无人机在内的各种机型对台湾岛实施这种常态化的巡航，是对台独分子还有域外势力形成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威胁。好，但是这些无人机来绕台，军事专家认为这还不是最致命、最难防的。我们来看到了这个张武岳学者就说外界经常会以这个解放军机是否越过海峡中线作为一个判断台海风险的重要指标，但是他觉得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什么？是北京会不会进一步采取登船临检、隔离或是长时间封控这些措施如果出现了这些动作才意味着台海局势进入了战争前的准备，或者是准战争状态。但是我们知道了，其实这个解放军机还是这些海警船不断的扰台，常态化就已经让我们吃不消了嘛。甚至呢，之前有这个荷兰军舰越过了台湾海峡，这都已经一阵子了。结果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好，他说呢，5月27号以来荷兰的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了这个西沙领空，持续过航台湾海峡那么我们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通过了形成全程跟监警戒，有效的应对处置。很奇怪了，都已经是5月27号的事了，怎么会在6月6号的时候才去发生呢？难道你是要为你的这个派军舰或者是派军机来做一个找理由的情况吗？好，那另外呢，中国大陆也是不断在秀它的军事肌肉。我们来看到了这个中方的社群媒体近日流传的一段影片提供了这个歼20S双座5代战机座舱的一个清晰的一个特写歼20S是能够容纳第2名成员，被视为是这款战机推升至5加代标准不可或缺的关键，也让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一个拥有这世代的双座战机的国家。而且在2025年的7月这个歼20S证实已经服役了。这个呢是全球5代战机中第一
一款的双座版。好，那歼20的作战半径呢是大过于西方的战机，大约是 F-22还有 F-35的2倍。好，所以这个范围呢是非常的大的。好，那另外来看到了这个其实歼10C 啊，它的性能好像也是蛮优秀的哦，因为之前呢，巴基斯坦空军装备的这个歼10C 战机啊，它据称在2024年的时候，与卡达举行的联合空中演习之中呢，就曾经以9-0模拟战机击败了卡达空军的这个台风战机啊。那美媒的军事观察报道就指出了，说这次的演习呢，也被视为是歼10C 少数公开展示高端作战性能的一个场合之一，这凸显了中国4、5代战机技术的一个成熟度。好，但是呢，我们来看到啊，印度呢好像不认为自己有输给中国。好，这个装备这个法国制标风战机的印度空军指挥官啊，之前就发出了豪语，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ने अपना दमखम बनवाया और पाकिस्तानी फाइटर एयरक्राफ्ट्स को पीछे धकेला तो उसमें पाकिस्तान के ऊपर पूरी तरह से इसने सप्रेस किया, पाकिस्तान के फाइटर एयरक्राफ्ट को पीछे की तरफ धकेला, चाहे वो पाकिस्तान के अमेरिकी एयरक्राफ्ट हो या पाकिस्तान के चाइनीज एयरक्राफ्ट, उसमें पूरी सक्षमता के साथ भारतीय वायुसेना का। 好，他说这个完全是有能力来应对的中国的歼10还有歼35哦。结果呢，中国的媒体、军媒、自媒体就说啊，这个上校所谓的配备齐全呐，应该是欧制的流星空对空飞弹。残酷的现实是在去年的5月7日就爆发的这个印巴空战中，印度空军的阵风战机，即便挂载了流星飞弹呐，却连发射的机会都没有，就遭到击落了。所以印度是在自嗨吗？结果现在被打脸了。好，那反过来看台湾，我们现在的台海正在被中国大陆内海化吗？请教厉将军。这个解放军这个海警船，大陆的海警船到东沙绝对不能轻忽这件事情。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先看一下东沙位置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麻烦我们摄影大哥帮我照一下。我们先看一下。东沙位置距离我们台湾的本岛距离高雄有这个240海里，但是距离大陆的汕头大概只有140海里，也就是说它距离大陆比我们要近很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可以从这个位置里面，东沙位置可以看出来，它就是在巴士海峡的这种堵到巴士海峡的出口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从最近这一次辽宁舰这个到了西太平洋岛链，就是从巴士海峡穿过去的。也就是说，这个美军来讲，如果说是他们的这种战斗群想要进入南海，大概也都从巴士海峡。那所以东沙来讲，地理位置上面就南海地缘战略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曾经在这个前年的时候，我曾经在有台的节目上面讲过，如果解放军要犯台的话，第一个就是东沙第二个是澎湖，它目标一定顺序是按照这样子。那去年我们大家如果各位观众还有印象的话，这个美中台找了10几个上将在一起做兵推那时候好像是黄建正老师主持的兵推，他们兵推演习的详细就是先东沙再澎湖所以东沙来讲，这个后来非常重要。那为什么我讲东沙重要呢？第一个，这个就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这个它是易攻难守的，因为只是平潭的一个沙滩上面，你很难守得住。那这个解放军又距离又比我们近，这个距离我们近了100海里，所以他如果说要拿东沙来讲的话，对他来讲是比较容易。那我们东沙现在只有很少数的这个海巡的在驻守，事实上兵力是很薄弱的，就有一点像这个孤悬海外的一个小岛在那个地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地理位置就很重要。如果说解放军控领了这个岛以后，它可以有效的嚇阻、掩护自己的船团进出巴士海峡，但是相对的，它却可以这个阻止这个美军的船团进入巴士海峡，进入到南海。所以地理位置有它重要性。我觉得第三个是为什么我一直认为东沙很重要，而且可能先打。第一个，东沙来讲，如果解放军动手拿下东沙，对我们台湾来讲的话，是仇恨值最低的。
这句话怎么讲呢？因为东沙只有简单的这种海巡署哈，那我们事实上没有台湾没有民众在那个地方，所以一旦他拿下来的话，其实对台湾老百姓心理上会有很大的一个震慑力量，但是不至于说是有这个血肉相残或者是战火横飞这种这个家园遭到战火波及破坏的那种场景，反而在心理上面仇恨值会比较低，所以他会借着拿下东沙来对我们做一个这种心理上吓阻或者是认知作战，那他可以付出最小的代价，但是在心理战上面会得到一个最大一个战果哈。所以这个我一直研究东沙这个区域，我研究了很多年，所以证明去年来讲的话，我们自己兵推也是这样子兵推的，所以这次来讲，大家千万哈，我觉得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觉得只是很单纯的一次这个大陆的海警船过来骚扰而已。但你要晓得，连续2、3天的话，那可能后续会不会有更新一个动作哈？这个就军事立场来讲的话哈，一定要特别小心观察。所以中国海警的下一步有没有可能真的如这个学者说的，要是他真的是在外海直接登舰临检的话，哇，这就大条了。请教杨教授。我觉得大陆在川习会之后，在台海有这样子的一些军事上、海警上的一些作为哈，他其实一方面是在表态，二方面当然他在做施压，那第三方面呢，他在做警告，针对谁呢？其实针对美国跟相关的国家，也针对台湾。首先在军事层面呢，在川习会是5月15号，双方达成了就是中美的一个稳定架构，叫做建设性战略稳定。那川普呢也针对台独做了一些管控的这个发言。可是呢，5月22号，加拿大的军舰却开始穿越台海，到了5月27号。荷兰的军舰开始穿越台海，也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说美中已经在台湾问题达成了一个框架了，川普已经对台独讲话了，所以呢，未来甚至美国军舰穿越台海可能都会消失了。那个时候有这种说法，很快的就证明不是这样子。加拿大那个时候5月22号，王毅正要准备前往加拿大访问，而加拿大跟美国因为贸易的关系闹得不愉快。可是，在军事层面，加拿大跟美军的关系依然非常密切，它还是有一个整体的印太战略。所以，加拿大跟荷兰就扮演的某种是这种小弟来继续的表达对这个区域的介入跟关心。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习近平跟中国这边就要透过这些方式，对美国跟相关的国家表达说，其实。台湾的议题，我们在中美已经是界定是中国的红线。那如果你还持续的让你的盟邦经过台湾海峡，那接下来可能会有更严重的情况。我觉得是一个讯息了哈，但怎么样发展要看后续。第二个是日本跟菲律宾在5月28号，各位你看22、27、28号，日本菲律宾说要在台湾东部海域划，就是海域的划界，然后我们的外交部居然是表达肯定。我看了今天的陆委会的副主委仍然说，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主权跟渔权。主权当然不会影响了，但是渔权、主权权利、底土资源都会有影响。怎么不会有影响？你肯定就表示支持嘛。那可是6月1号，大陆派了2艘海警船在兰屿以东的55、57海里，结果我们的海委会海巡署发文批判。说我们两岸互不隶属，你是来这边借机扰事。我们台湾的渔民就想说你不来保护我，人家海警船来保护我。所以呢，在东沙这边，他就要去施加压力，就告诉你，两岸之间，你让别的国家介入到两岸的议题，来去引起事端，然后呢，可能造成台湾跟大陆之间可能是海警。可能是渔权，甚至可能将来在军事上，那中国大陆这边绝对会顶过来，那他就用东沙来做一个表态，因为东沙正如刚才厉将军所讲，其实距离我们的有一段距离但是呢，它有相当高的象征意味。但东沙不是属于南海的部分各位不要误解，东沙距离南海有相当的距离，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从一连串在川习会之后很复杂的。这种美国跟盟邦还是持续的在台海做一些动作，
然后呢，日本、菲律宾这边引来的在台湾东海岸海警跟渔权的问题，而民进党政府却丧权辱国的就不做任何的回应。这个时候，北京在做表态，在做压力。所以现在台海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战场了吗？那我们又能不能够守住我们自己的领域呢？我们来请教彬哥。我们的巡护9号是1000多吨级的，大概是满载是1900吨，那人家的3501是3000吨级的，所以你说你强势驱离，你用什么东西驱离它？用水炮还是用机炮？不然的话，你光用撞了都撞不赢人家，人家比你大很多。所以我觉得那个当然彼此之间用这个嘴炮在那边互相喷，这个是常态，而且会越来越常态，以后会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就是，现在不是单纯海峡中线的问题了，海峡中线早就没有了。现在是中国大陆在台湾周边，包括台湾海峡，包括台湾的东岸，全部都在进行常态式的执法。他在干什么？他在造成既成事实啊！他在告诉全世界，这里就是我执法的范围内，以后任何经过这里的东西都要问过他。那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态势，请问一下，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反制？你可以说两方互不隶属啊，问题你讲这个东西有什么用？讲完呢，你的实际动作能够做到什么地方？你真的有办法驱离他吗？人家如果不理你怎么办？撞上去吗？所以这都是问题。我觉得民进党整个党好像对什么是主权、什么是渔权、什么到底经济海域有多重要，好像完全不理解。平常对中国大陆稍微动一下，在那边叫得很大声，那现在日本、韩国已经骑到你头上来了，吭都不吭一声，还乐观其成，我都不知道他在乐观什么东西啊！人家现在摆明了就是划分，我直接划分经济海域了，然后连通知都不通知你，只告诉你放心啊，不会有你什么事啊，实际上根本不想理你啊。然后有媒体报道说日本拒绝我方参与谈判，结果你知道我们外交部出来讲什么？没这回事，我们根本连申请谈判都没有。请问一下，这样比较好吗？就表示你根本漠不关心嘛，你根本不在乎，随便你们谈啊，反正我不在乎，你们要拿就拿去好，不是这个意思吗？到现在我都没有看到政府直接很义正辞严的说，非常具体的说出来说，你们不管怎么谈，只要台湾没有参与谈判，你们所有的谈判结果我不接受。不是应该要这样讲吗？凭什么你们两个谈一谈，我就被你们划分了？我没有参与，我为什么要接受？可是我们的政府完全没讲这句话。我跟你讲，什么叫丧权辱国？这就是丧权辱国。对，所以我们台湾的门户外海现在不仅是战场化了，我们甚至主动把它送给别人。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如果你有在关注美股的话，你昨天晚上睡得好吗？还是不断的被这个下跌通知给吵醒呢？好，来看到了这个金融市场是昨天晚上巨震了哦。美国的3大股指呢，在当地时间周五是全部收跌，道琼指数下跌了1.35%，标普500指数下跌了2.64%，纳指下跌超过了4%哦。这一指数呢，自2025年4月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好，而且呢，是 AI 股呢都遭到了血洗。奇怪了 ，AI 不是最看好的吗？怎么会这样子呢？而且啊，我们来看到了半导体类股单日市值蒸发就有1.3兆美元呢，而且道琼中场下跌695.15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1121.53点，这些下跌呢都创下了2020年3月新冠疫情重创全球市场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哦，真的是说疫情以来最惨的情况了。怎么会这样子呢？好，那在这个美股大跌的情况之下呢，美中科技战呢也在持续当中。我们来看到了这个外媒就称啊，说全球的 AI 竞赛呢，其实已经进入了一种美中争霸的情况。对此呢，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回应了，说啊，人工智慧呢正在深刻的改变生产生活的方式，这个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一个新问题哦。人工智慧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该滑向
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慧应该要以人为本，开放包容。好，但是美国是这么看的吗？我们来看到美国的驻欧盟大使就说了，现在在开打的 AI 战争啊，呼吁欧洲你赶快站过来美国这一边吧。他说呢，美国跟中国开打 AI 智慧战争之际呢，欧洲应该要站在华府这一边。当欧洲试图在这些科技议题上面跟美国脱钩的话，确实令我担心。所以呢，中国跟美国的态度呢是截然不同的，一边认为要选边站我这边，另外一边认为说，我们别再竞争了但是呢，除了 AI 领域之外呢，机器人才是真的对人类生活改变的一个实际应用。好，我们来看到呢，现在中国的机器人就非常的厉害，而且价格是越来越低了。而中国的人形机器人1年前得要花100万，如今5万元就可以得到一车。我们来看到人形机器人价格竟然是大跳水了，在二手网站还有拆机市场上面呢，5万元一车的价格你就可以打包清仓，真的是白菜价。那为什么可以这么便宜呢？就是因为机器人的硬体成本年降40%哦，这个电动车供应链呢就带动了这些机器的平价化哦，所以在餐饮啊还有医疗缺工的方面呢，这些机器人就可以来取代。加速商业应用，而且就连辉达也看准了这个中国的机器人市场，现在呢，可能还要跟这个宇树来合作嘛。那为什么是选宇树跟辉达呢？因为宇树它掌握着机器人身体的全部技术，而这些硬体辉达是显然没有的。那辉达有什么呢？有智能大脑，但它还是要必须透过宇树机器人的身体才能结合在一起形成整机。好，那如果有了辉达的算力，那宇树的大脑也就开始了吗？好，来看到宇树科技现在对于机器人大脑的研发呢，确实是不太够的，甚至还会影响未来能不能够保持核心技术、市场地位等优势。所以呢，这一次跟辉达的算力合作也算是为今后的大脑研发来提前铺路了。而说到呢，确实中国是在硬体方面、机器人方面发展的很好，但是大脑方面呢，还缺乏一点算力哦。就连比亚迪呢，也直接说出了这样子的问题。这是比亚迪的执行副总裁，他说这个集团早在2022年以报秘密研发一个代号尧舜禹的人形机器人项目哦，但是他说了，比亚迪如果要做人形机器人的话，这不需要自己来做，而可以通过打造一个开放平台，打造自研机器人，或者是跟其他公司来合作研发机器人但是确实中国的机器人它也直言了，就是缺一个大脑。好，所以呢，他们现在也要研拟了，不只是要有四肢发达，它也需要一个大脑可以发达的机器人。所以比亚迪就证实啦，它这个研发机器人4年目标就是要创造一个大脑跟四肢都发达、都真正可用的机器人，要聚焦工业机器人的开发与应用。希望未来可以率先部署于海外门市来担任辅导员哦，所以机器人就可以为比亚迪做出更多的这些汽车电动车等等的。而且中国现在也推出什么人形机器人的身份证哦，这个是中国推出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每一台机器人呢，都会有一组29位数的身份编码从出厂使用到报废都能够追踪管理，代表这个产业已经开始进入了可追溯、可监管、可追责的一个新的阶段。好，所以面对中国的机器人崛起，还有美股的这个科技股的大跌，这场科技战会怎么走下去呢？我来请教彬哥。美股大跌，单日蒸发1.3兆，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 Broadcom 的这个营收不如预期。那本来大家以为它会更高了，结果没想到表现就还好。那甚至呢 ，Broadcom 对2027的预估，它 AI 方面的营收也并没有调高。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 Broadcom 自己认为 AI 的发展并不像大家想象的这么快速。然后再加上市场其他，包括 Google 的多元化处理这些东西。那就整个大家觉得说，是不是大家对 AI 抱持太高的期望，所以在市场的这种心态下就崩掉。那问题是美股跌了，这个是一时的状况呢，还是会持续就代表 AI 泡沫？我觉得这有待观察了。我觉得 AI 大概还不至于在现阶段就泡沫掉。那至于台股会怎么样？假如说台股每次的
的这个发展都出人意表，所以这个很难讲。礼拜一到底台股会有什么表现，这个真的很难预测。那当然，现在 AI 是所有国家在发展的重头戏，不管是中国大陆也好、美国也好、欧盟也好，都一样。那中国大陆这边当然他讲得很漂亮，就是我们要开放式的啊，大家都可以来共同努力啊。可是美国这边就很诚实了，没有啊，我没打算跟你共同努力啊，我就是要跟你对抗到底啊。而且他现在马上在号召欧洲赶快加入我们，不要跟中国大陆站在一起。他的态度非常明确。那事实上也大概就会这样了。欧洲要他单独发展恐怕也很难，他到最后大概9成9会加入美国这一方。所以未来大概就是整个西方世界去跟中国大陆对打。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能不能赢就看各自谁的本事比较大。那只是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中国大陆显然走得蛮超前的。对，它的发展非常快，而且这个就让我想起当年的面板时代，就是面板一路，当时就是所有的厂商都认为这个是最容易赚钱的地方，就一大堆厂商投入，就面板一夕之间马上变白菜价，就一大堆面板厂商就倒掉。那现在也是，你看短短1年呢，一个要将近100万的东西，现在变只要5万，这个厂商承受得了吗？那厂商恐怕一下就垮掉了吧。所以我觉得这种剧烈的这种震荡，也是这些大陆的发展厂商必须要去忍受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现在这些厂商也是知道，你要有人形机器人要有发展，你的大脑绝对是非常重要。你能够做出再灵活的动作，如果你的大脑没有办法去编排，没有办法去指挥你，没有办法去做出更多的这样的想法的时候，那就没有用。所以人形机器人本来就是很困难的东西。那现在大家集结各方面的资源去想要去攻克这个东西，那我希望这个速度能够加快。那只是老实讲，人形机器人未来也是要管理，那管理其实会非常困难，而且机器人3原则是不是真的能够管理住它，这恐怕是越来越大的争议。好，我们看到这个美股费半啊，就是暴跌10%，创下了疫情最惨。这到底是投资人不看好美国的经济，还是美国的 AI 发展？请教杨教授。应该2个都不是了。美国的经济跟美国 AI 的发展现在是有一些阴影，但是目前我觉得到年底才是比较更加明确的时机点。那这一次是因为 Broadcom， 也就是博通它的财报，可是不要忘记哦。那是因为它的业务被联发科抢走了，尤其是 Google 的 这个应该是 TPU， 那联发科现在反而是变成一个热门所在，所以台股跟美股当然一定某种程度是联动的。那可是现在你看到还是有一些这种竞争跟差异存在哈。那当然我不是在帮做股市预测了哈。讲到 AI 的部分，还记得吗？其实当川普到北京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这个川习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双边的，就是对话机制的成立，那就是贸易、投资跟 AI。现在呢，也希望军事上的这个对话能够推动。那 AI 为什么中美之间要有个对话？其实，在拜登政府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个这个对话这个资深官员的，也就是说，这2个国家其实是现在 AI， 不管是从算力，然后呢，这个大数据到大模型，以及到未来的商业运用，尤其现在是商业运用，大家最担心的，也就是是不是过热，因此才会有今天这个当博通出现这个财报不佳的时候，大家赶快去集体提款因为就担心过热，那担心泡沫化。那可是呢，现在你看到双方目前的竞争态势还是各自有各自的优势跟劣势。美国在大模型、在基础的运算、在这个就是技术层面然后呢，中国大陆在算力、在大数据，然后呢，在商业运用层面，其实都各自有各自的强项。那可是 AI 的部分，像这个 DeepSeek V4 出来的时候美国这一阵子又有一波，就是他发现到你使用 OpenAI 或者是 Cloud 那个费用太高了，那个 token 的不断飙高那大家企业鼓励员工使用这个 token 去用 AI 解决问题，然后呢，它就可以减少人力的雇用。结果发现到你使用的 token 的 AI 的支出可能已经高于你减少人事的这个节省，所以变成一个，它现在慢慢有一些公司转向运用开源的 DeepSeek 的 V4，因为比较相对的便宜，
所以呢，这就是未来在商业运用上，我觉得还要一段时间去检视中美在 AI 产业上，最后谁会先面临到泡沫化。不过我觉得泡沫化一定会美国最先出现，不过大家也不要担心泡沫化因为.com 当初的泡沫化，其实它就是因为投资过热，可能有些人开始做这个集体提款，可是它并不代表 AI 或.com 的发展的趋势会受到影响或打折。不过现在啊，中国的机器人还有 AI 真的是越来越便宜了，机器人都可以白菜价去卖了，这会影响这个全球的工业的版图吗？我们请教厉将军。中国我们看黄仁勋上次到大陆去，他特别跟这个语数合作他提供大脑，然后语数这个提供机器人的人声部分那他特别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机器人自己身体部分来讲，总共有31个自由度。我想他所谓的自由度就是关节了那手部有25个，你看那个手部光关节25个，这每个自由度应该都有一个马达来驱动，然后每个马达也都要有电力所以中国身体强在什么地方？它可以电池做得很好，然后马达部分可以做得很好，然后再加上如果说是有很好的 AI 晶片来驱动的话，我想这个人形机器人未来的发展是无可限量的。但是我也比较关心昨天晚上这个美国股市的暴跌我特别去研究了一下。这个我们知道买股市最重要有一个数据很重要，叫本益比那美国有一个学者叫席勒，他有一个席勒本益比，他就计算有没有 AI 有没有可能泡沫化他席勒本益比他用什么来算呢？就是用这个标普500指数除以过去10年每股盈余这个所得除以这个数据，那用这个数据来做一个参考。那现在来讲的话，这个本益比到多少？本益比是到40那么高那这40代表什么含义呢？这个美国股市在牛市的时候大概本益比是20到25左右。那你想想看，现在到40是不是过热了？那1990年的时候，那时候网络泡沫的时候，那时候本益比是多少？如果按照这个计算来讲，本益比是44所以现在距离网络泡沫大概40跟44就一步之遥。那昨天这个真的是一个警讯。那台湾有很多的这个投资人我们经常开玩笑讲叫4代同堂这个房贷、信贷、这个车贷还有这个股市贷款，这种4种贷款同堂。那真的是看在心里，我想说，今天晚上跟明天日子都很难过。尤其是这一次这个美国股市这个崩跌我不知道黄仁勋怎么想。昨天说总共崩了1.3亿，你知道光黄仁勋的 NVIDIA 跌了多少吗？他又贡献了3000亿美金了。那老黄不晓得这2天在韩国吃这个烧肉，吃得下口吃不下口，那确实是很让人明天真的是让人忧心忡忡了。所以这个台股的投资人，周一就能够见真章了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收看这节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启明。我们现在介绍这一节的来宾，帅化民帅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时事评论员胡文琪。启明好，大家好。好，我们这一节先来关心的就是中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还是牵扯到所谓的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情。日本最新的一个反应是说，把日本的南京大屠杀的这个事件，把大屠杀改为事件。这样的一个做法让中国方面是非常非常的生气包括了大陆方面外交部的发言人也针对这件事情表达了抗议，对日本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来听听大陆外交部的最新回应内容。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历史不容翻案。南京大屠杀改成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在大陆外交部方面是相当的不以为然，而且用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这样的一个态度，表达了抗议的一个立场，强调历史不容翻案。这件事情真的是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严重的一件事情。而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这件事情，则是呢，中国人在购买了非常多的这个日本的相关的一些岛屿，特别是无人岛。目前日本就调查有1.3万个无人岛，他想要把它收归国有，防
防止大陆方面，特别是像可以看到冲绳还有山口县的一些部分的一些土地呢，被中国拿去这些无人岛买去，然后成为一个战争或是一些战略上的一些用途，所以他希望能够全面改成收归国有，这是日本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态度。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高市早苗，他最近的情绪似乎有点不太稳定，这就是所谓的无尾熊事件哈。这件事情的发生是高市早苗被爆出来，他在从外国返回日本的这个途中，被一个官员问他是说，你有没有看到无尾熊？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法。可是呢，高市早苗非常非常的生气，是说他不是去玩的，可以看到他情绪反弹是非常非常的激烈，甚至呢问这件事情的这个官员也被他撤职了。这件事情对来说好像是犯了这个高市早苗一个很大的一个忌讳哈。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情绪上的一些反弹，这么焦躁呢？主要除了这个地方选举连连失利哦，这个对于他们的政党来说，另一方面呢，就是他有一个继孙被爆料在日本在中国有一个留学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哦，这件事情被爆料出来之后呢，也被日本当地的一些官员是指控，是说你才发表了这个台湾有事的这个言论，引发了这个中国跟日本之间的紧张关系，你的继孙在中国念书这件事情可能会对你造成一些很大的一些影响，造成他的这个情绪上有一些失控这样的一个状况。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高市早苗的民调似乎也在下滑之中。最新的民调是高市内阁在年轻族群的支持度首度跌破了50%，整个背景这个18到29岁的民调呢，已经跌到了45%哈，它可能跟它的物价不断上涨有直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关系。而另一方面，日币持续贬值，原因是什么？现在原因可能也找到了3个因素，包括高市早苗的一个执政上的一个成绩，还有中东打仗，另外就是美国的加税，这3个关键因素加起来，造成日币的持续贬值。目前呢，实际的有效汇率指数呢，在今年4月已经跌到了65.70，这是50年来的新低纪录。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看日本跟菲律宾的联手，他们是不是要执行美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战略上的一些安排哦？是不是要进行战争的准备？目前，美国跟日本在琉球进行大规模的联合军演，他要在日本建立所谓的这个作战基地群哈。除了联合军演之外，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在西南诸岛要进行军事化的改造，要逐步打造一体化的作战的整个基地哈。这个目前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军事上的一些安排，早就已经跳脱了这个所谓的单纯的本土防御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范畴。另一方面，再来看看在日本方面跟美国之间一些关系，也出现一个被引起注意的，就是美国海军在这个横滨有一个横须贺有一个所谓的补给造船厂哦，就是修理厂的指挥官，包括了他的指挥官跟执行官，还有高级士官，全部都被解职。这个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情况哦，因为解散整个领导团队是非常非常的少见。原因是什么？他对于这个指挥能力失去了信心。美国在日本的这个驻军的一个工厂，整个这个管理阶层全部被换掉。另一方面，在美国的默许之下，日本跟菲律宾是不是在东南亚要建立所谓的这个军国主义的相关的一些联盟？这是媒体的相关报道。因为日本跟菲律宾除了加强军事上还有经济上的一些合作，那在这样子大家就会有一些怀疑，你是不是要进行这个所谓的军国主义的立场？你是不是又往前踏了一大步？而菲律宾这样子一个态度，也让这个中国是相当的觉得很受伤哈。最主要是认为菲律宾是完全不知道感恩，因为呢，菲律宾之前有曾经对中国提出了一个紧急的请求，包括了像是提供这个26万桶的柴油，还有承诺化肥要不断的供应，中国都做到了，可是菲律宾却换来一句是说这只是包装跟欺骗，这样的一个说法让中国觉得非常非常的受伤。我们请帅将军怎么看目前所谓的这个南京大屠杀被用大屠杀改成事件？这种事情呢，他想用轻描淡数用个名词把它变成事件。想想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出在哪里？30万军民被屠杀，任何联合国公约里面对投降的或被俘的战俘是不能杀害的，平民老百姓不能杀害的。你是数量很小的话，你说是误伤，但是30万之众，那不是大屠杀是什么？那再过几年，他又可以讲，这个错杀
部分，那这种就是规避它的历史责任，那根本中国不可能承认，也不可能原谅的这个问题。第二个，高市早苗他的孙子读什么大学，我觉得是无关紧要。谁能够掌握自己孙子要读哪个学校，这个无聊。第三个，高市早苗比较重大的作为是什么？原来美国在2年以前觉得第一岛链没有办法能够固守，所以把陆战队抽回关岛，把陆战队剩下的叫做编成滨海战斗团，怎么办呢？就在琉球沿这个小珍珠岛链这些荒岛小岛，把班排的陆战队加上一些飞弹，这个集装箱的飞弹，就构成一个很薄弱的火网。讲起来是很薄弱，因为这些小荒岛里面连生活用品补给区都有问题，靠那个鱼鹰飞机给它送补。结果高市早苗就把这个虚的这张火网把它补成实的。他不但把日本的反舰飞弹、日本的上1200公里的工地飞弹，通通移到上面，因为日本的自卫队进驻、日本的后勤务都由日本来负责。所以这个虚的一张火网呢，因为高市早苗的这个扩张，就变成一个实的火网，这就威胁到大陆东南沿海所谓精华区，这个江苏、浙江、福建一直到广东，都在它这个1200公里的中程飞弹的威胁之下，所以这种行为呢就非常有挑衅的。起初我们还没有注意到，它现在你看这张图叫马毛岛，马毛岛有多大呢？8.2平方公里，大家可能没有观念，8.2是多大？我们的太平岛才0.5、0.8，它的8倍都10倍以上。它盖了2条这个跑道，一条是2500公尺，一条是3000公尺。它为什么做一个交叉十字形的呢？看季候风的改变，风向南吹，它就飞机就向北飞。东西吹的就是这样飞，所以它这个岛的部署里面包含了雷达，因为它的位置很重要，在日本的大隅海峡附近。换句话，它就卡死了这个大隅海峡的一个出入路。中国大陆不是常常跟着俄罗斯的舰队在大隅海峡穿插进来，它的意思就是风。日本呢，为了表示它是美国的抗中的先锋，他做出种种的这个军国主义的扩张跟武器的销售，利用武器的销售就拉拢菲律宾，但是菲律宾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搞演习也好，接受日本的船舰也好，它的价值只是替美军提供一个基地，而这个基地呢，就是可以对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形成一个威胁，所以基本上还是日本在那里作妖作怪。另外一个，为什么日本担心中国收购日本的琉球附近的小荒岛呢？你知道日本做了一个多不要脸的事情，冲之鸟它称之为岛，事实上是个礁，这个礁只有1平米，就是2个榻榻米大，涨潮的时候就不见了，退潮的时候看了是个礁石，它把它称为一个岛，利用这个岛再画出日本好大一块的这个200里的经济海域，对，经济海域，那就把冲之鸟岛变成它身在外面的一个支点，画更大的一个经济海域。他怕中国大陆也用买来的小岛，也拿那个支点再画一个更大的这个经济海域，所以他自己做贼，看了人家买岛，他也怕人家来跟他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日本这个自己这个小肠缉毒小肠的一个国家，搞这些算计啊，你骗不了谁的。请念老师。好，一样的，我们来接续我们讲日本跟中国的关系。刚才主持人讲到关系，当然这个关系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历史情仇已经深到这个你不可能随便一言两句就把它切断掉，随便就把它的历史篡改。因此，我觉得大陆官方讲得非常清楚，这是一个残暴的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这12个字是非常贴切的。我相信在中国，不管是南京甚至东北各个地方所凿掘出来的所有的证据，没有一样是虚的，而且没有一样不是这么的深沉痛。
那么当然我也知道这个它有一个历史的轨迹啦。那么大家知道，在真正军国主义的那个年代，因为日本毕竟它的地形比较劣势，而且它甚至有地震啊，甚至是海啸等等的一些让他们这个国家这个生存的隐忧。所以早期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中国呢有这么这个富饶的时候，东北的森林啊、矿产啊，甚至当他们有这个野心想要吃这个东部的大苹果的时候，发现这个整个中国啊，如果能拿下来就不得了。因此，我觉得从当然这是很久过去的事情，就开始用军国主义的思想，把我们讲中国的八德的文化里面，只教他们小孩子从小学叫忠，只有忠这个字。那从小呢，这个学校里面就开始练枪就战，所以他们就所有东西就是征战。第二个字，第三个字呢非常清楚，你要中心国家在战争，而且一定要胜。他们给的是三个字给了小孩，结果一路走来，这个军国主义是非常扎实哦。那当然在那个时候的他要号称帝国主义，的确是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可是你要知道，做这样的动作真的是要灭亡别的国家，是屠杀别的国家。各位，西方也有这样的事情啊，德国不是纳粹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可是你要知道，最后终战了嘛，二战之后结束以后，说不好听一点，这个历史有改。我在2000多年连续到那个纳卡萨基长崎啊，那个就是原子弹第2颗了哈，那个炸的地方，我在那个长崎是非常熟悉，甚至到了平和公园去看了非常多当时炸后的遗迹。当然自己心情也是很沉痛，但重点是你会发现哈。日本呢，后来因为当时我那时候年轻，他们有派那个在东北在日本读书的学生，一些女学生招待我去了解长崎的整个故事。他们跟我讲一件事，说日本的小学教育后来改了，他们不再只相信忠这个字，他们觉得他们在说应该要人性化，所以重要人性都学了，就不像中国是大家强调仁爱。但我们就觉得不错啊，开始小确幸了。可是你要知道，中日的关系，他们的生活模式不同。当大批的日本人到了中国人到了日本人，在这个经济也起飞了，开始也这个采买很多日本房地产之后，当然是最近的一些事情造成了反中情头事出现了，因此高市非常高票当选。是那非常多的事件嘛，大阪事件啊、板桥事件啊，甚至就是跟房地产有关。当然高市起来了，这时候呢又带动一种情绪，就是保护主义的情绪，把它捧得很高。可你知道他过来有点过之了 ，over 了，你知道吗？开始你又把那个基本上以前中的思想开始复辟了，又开始呢敌对。他认为这个他觉得新中国该做的事情。各位，我必须这样讲，德国在西方他做了一个动作，就是道歉。东西德合并了，全球有在骂他，没有啊？他走得更良善、更稳健，甚至成了欧盟之首，而不是英国哦。甚至他在欧盟甚至整个带领，那变成一个很坚实的强国。可是日本不是这样，你会发觉啊，日本呢还是呢自以我为中心，你会发觉啊，他还是不承认过去的错误，从来不道歉，甚至靖国神社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去参拜。请问一下，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新军国军国主义的影子，不是非常明显吗？你这个立场不是就好像站着，好像就觉得你是对的？我跟你讲，这就是大错特错，这是不能容忍之事实。因为这个刚刚讲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你不容篡改。我最后再很快讲一下很厉害的香格里拉会议。我觉得菲律宾啊，我觉得这个真的说碰了一个将来会碰到一个大铁板，最主要是他的国防部长了，这个防长的问题。一个错误的人带领一个国家去了一个错误的方向，我跟你讲，这个国家会出问题。就像台湾如果带领的人走了一个错误的死胡同，将来台湾也会有问题。好，我们请文琦。我应该这样讲了，看到这个，当然我是中国人嘛，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但是我看到毛宁的这样的发言呢，我坦白讲，我非常的肯定啊，甚至我都还觉得少了那么一点味道，因为那可耻可恨，非常的可恶，就像有点，当然我不是故意戏谑啊，日本的这种写法。是不是有点像人与人的连结去影射？记不记得他把当时候侵略中国的那个苦难的事件叫做进出中国？是，所以我觉得日本之所以让我们觉得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会觉得说这个国家一直希望能够步上所谓的正常化国家，也就高市早苗现在做的，为什么会让人家瞧不起？因为前事不忘乃后事之师，你日本人没有深切的反省自己过去对于东亚。这些国家的一个深切的这种所谓的伤害，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然后看到德国，难道日本没有想过吗？因此现在你说是不是有在所谓的1.3万的无人岛屿？对不起。琉球如果起名跟你报告，那只有行政管辖权哦，不是他的哦。你看日本刚刚将军也讲的，连无人礁那个真的，一淹水就不见了，哇，他在那上面孔固力啊，那个什么水泥，把它固化，你就看到了。所以我今天觉得日本这个国家，我坦白讲，我是觉得他必须要好好的检讨。回过头你来看所谓的高市早苗，我觉得高市早苗说实在。
一个所谓的自己的官员跟他讲说，你有看到吴伟雄不？你看到他这么生气，还把他给 fire， 奇气小灾。今天我开个玩笑，今天这个所谓的随从官员又不是说你有看到鬼不？记不记得李在明跟他讲，哦，我官邸有鬼，也不是问他类似说，王定宇你跟刘小姐还有没有这种感情的往来，不是问到私人的情绪，人家只是很简单的问题啊，简单问一下，希望能够讨你开心。结果你看到高市早苗。所以我觉得他奇气小灾，但是我对于他的所谓的寄生，你说送到中国大陆，我倒是必须讲，他有远见。或许他看到了川普，哇，他的孙子还会拜唐诗300首还会怎么样？因为现在对全世界对中国大陆的研究，我们常常讲最欠缺的就是所谓的中国大陆通，到底了不了解整个中国大陆的所谓的举国体制啦，他们所谓的发展的方向，因此他把他的继孙送过去学习。当然，我说就事论事来讲的话，你必须肯定说，他似乎当然有一些远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功过并存。好的我们讲好，不好的讲不好。至于他所谓的说在琉球的大规模演习，我还是要奉劝一下日本，真的不要想太多了。为什么？你刚刚我们看到，不管他要突破所谓的 PKO 法案第9条的和平法案，他送给所谓的菲律宾什么5卫级啊，要让他们买雷达等等。你去看看菲律宾过往的一个表现，我坦白讲啊，菲律宾不是一个值得相信的国家。他今天他的一个系统基本上是有时候一任是支持中国大陆，一任支持所谓的美国。就是我的意思说，他是一个摇摆的国家，所以日本不需要想太多。最后我要讲。引用今天我们蔡英文讲 Yabasuki， 你有没有看到这些国家令人太扯了？所以我觉得日本这个国家，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继续注意它后续的发展。中华民国自己要有自己的国格。好，我们这一节先来关心的就是大陆跟美国方面的一个军事上的一些发展。我们先从中国方面开始哦。目前可以看到红旗16的防空系统是不是有一个更新的一个扩大的一个进步呢？包括最新的公布的一个画面是新型的增强型红旗16 F 型已经进行了实弹的相关的测试。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呢，解放军它是在西北的沙漠进行了实弹的射击。这个红旗16 F 型它远程侦察的一个飞弹呢，防空系统是成功击落了一架隐形的靶机，成功击落。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系统的最大的射程原本是40公里，现在呢已经暴增到160公里。而且更特别的是，它采取这个所谓的垂直发射的技术，它不用将这个发射器指向目标后，整个最新的一个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射程呢，从40公里扩张到160公里，这个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而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战机哦，目前最新公布的是歼20S 型的一个双座战机，这很可能会成为大陆解放空军的一个新的一个核心。根据大陆官方应该是他们的社群媒体所公布的最新影片哦，这个歼20S 双座5代战机的这个有个非常清晰的座舱的一个特写，它很可能会成为全球第一个拥有新世代的这个所谓双座战机的一个国家。它配置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些安排呢，是有无人机当作僚机来进行相关的控制，搭配使用这个无人机作战来进行所谓的支援。这很可能是第6代战机发展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可以看到，包括红旗，包括歼20S 型的双座战机。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方面哦，美国方面也是这个无人载具，目前看到的则是这个罗斯福号，因为它在经过大修之后，现在重新进到了一个战略上的一些任务部署哈。美国罗斯福号在完成了长期的维修跟训练之后，进行了任务的部署。最新的画面可以看到，在这一次的部署当中，它是首度搭配了中型的无人舰，这个所谓的海鹰号来共同执行相关的一些任务，而这个也是被解读是美国的海军无人系统从原本的实验的阶段进入了实际作战运用一个相当重要的一步。另一方面，我来看看最新的画面，这个是不是美国方面的一个最新的这个战机哈？这个画面是在51区哦，这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地区。那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是美国军事迷他所拍到的，很可能就是美国空军的下一代的战机是什么？就是所谓的 F-47哦。它这个根据它所公布的这个影片，是一个美国神秘的战斗机，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这个影片，可以看到是一个三角的这个翼型哦，是非常非常特别。是不是 F-47？我们就拭目以待。另一方面呢，在川普方面则是有一个新的战略部署，他签署了国安备忘录，要加速所谓 AI 的军事运用。大家一般期待或者一般想法，它可能就是要剑指中国，针对 AI 在军事上面一些相关的一些整合跟运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最新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比亚迪哦，比亚迪不只是发展汽车，目前它也做机器人哦，有一些机器人的相关的一些安排跟计划跟研发。比亚迪它证实已经秘密的研发人形机器人已经长达4年的这个时间哈，它未来很可能会率先部署在海外门市，担任这个相关的一些采购员后，有一个这样机器人的安排。另外，不只是比亚迪，包括了像是小鹏啊，包括理想，他们汽车，他们也除了做个发展汽车之外，也做了人形机器人。按照一个战略上的一个规划哈，自动驾驶在上半场后是做汽车。那下半场就是可能会进行人形机器人，就是这样子一个发展的一个步骤。从比亚迪、从小鹏到理想，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程序。而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看大陆方面的一个晶片上的一个发展。目前最新的它的算力是翻倍，而且是1年1代。最新的就是华为的950DT 的晶片，它预计8月就会报到。而另一方面，整个大陆的这个算力中心也全部的来进行扩大，包括有全球34个区域，有102个可用的这个全球存算网，在算力中心方面都有一个新的一些发展。目前大陆可以看到，从过去大家认为他们只是在偷学或是模仿，现在已经变成他们是一个学习的一个对象。很多西方是迎来清算，所谓的清算时刻。按照外媒的一些报道，越来越多的西方企业家正转向中国，要学习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并且把这些做法带回本土市场进行相关的一些落地的运用。可以看到对岸的一个角色从模仿者已经变成了一个创新者。而另一方面，美国可以看到他们就则是有一点担心，这个是欧盟大使就是美国驻欧盟大使他就是有提出一个呼吁，欧洲在跟中国的 AI 竞争中要明确的表达立场，他避免在关键技术领域跟美国脱钩。他们非常担心欧盟是不是靠向中国而舍弃了这个美国。我们请帅将军。首先讲这个红旗啊，红旗这个防空飞弹呢，它的射程到160公里啊，这就很对我们威胁很大。是。在福建沿岸布上这个的话，我们西海岸的飞机还没刚起来，就可能被它拦截击毁。那么这是一个对我们的威胁比较大。第二个，它这个歼20双座，其实歼20双座的概念就是将来在空中作战的时候，它带的是攻11的无人机，隐形的无人机。换句话说，未来的主要空战呢，不是由歼20自己亲身上场，是无人机，他来指挥2个无人机，扩大它的打击范围，都是隐形的，所以这种的奇袭的跟做重点式的这个斩首的都是很方便的一个做法。第三个，美国也在开始发生无人化，因为他在美伊战争已经学到一个很严重的教训。就是低成本的消耗战呢，让美国实在是负担不下去，所以他现在也在搞无人的东西。但是无人东西，美国的生产成本过高。当无人东西啊，低成本的东西，你要靠量跟值，你量小，值不好，价钱又高的话，那你拼搏这场无人战斗，你是注定要输的。另外，这个他51区展示的这架飞机，我看起来有点像中国的5代机，还是压舌的，那跟中国的6代机的造型、气动力学是完全不一样。可见它的6代机呢，能够在作战的性能上突破的程度很少。因为要说大突破的话，你要做大改款，所以你看中国的6代机都像银行业的，那它还在压舌的，有没有像歼10、歼15、歼35一样嘛？所以我觉得进展有限。
第4个，比亚迪也开始搞无人这个人形的机器人。是，其实人形机器人在未来商场的运用并不大，只是他做了一个活广告。人形机器人表现的什么少林功夫啊、对打，是，它是展示在机器控制之下，它的重心移动、翻滚，它都能够很平稳，手指、脚趾能做的这么细腻的动作的话，代换到工厂的机器人，是不是它可以适用的范围更大？这才是真正的大生意的这个是扩张。将来可能人工昂贵的人工都会被这个取代。中国大陆已经有3000多家没有灯的工厂，那代表什么？人形机器人它的细腻的程度就可以做更高级的代工，更高级的代工就有更高级的产品，售价就可以更高端。所以这个机器人之所以被特斯拉老板注意的不是要这个人的表演什么东西，人形机器人只能耽误人类比较艰困的救灾、挖矿、危险的工作，是，但是真正牟利的是工厂里的机器人，所以它展示高超的这个机器人的操控能力，就有高端产品，就有未来的经济市场跟收入，这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OK， 我们请聂老师。好，我们对这个军事来分析一下。我还是先谈一下您谈到的飞弹。飞弹大家知道有这个对空嘛，就防空。刚刚讲的红旗啊，当然它是防空反导嘛，哈。当然还有空对空，当然像霹雳飞弹，当时在那个印巴战争一炮而红。好，就那是霹雳15而有，它每一个飞弹都好几期嘛，现在是霹雳17，那又更 advanced 了。那当然红旗有很几期啊，红旗里面它短程的就是这个红旗9啊，红旗19等等。当然它中期的是红旗12、16哈。那么当然这个各位可以到这个爬抽去了解一下，它还有属于中远期的，其实比霹雳16更厉害的，还有红旗，还有红旗20、红旗22，它可以射得更远哈。那我红旗当然是。我讲反导防空，其实它最针对的是可能会侵略它的这个国家的主要的一些对手，比如美国假设来的话是这样，当然对台湾可能没有什么，因为台湾不是攻击部队，台湾不太有可能，但像过去才要反攻大陆去攻击，所以它这个当然是敌对一些其他的国家，还有欧洲非常多国家看好了这个中国这个防空的实力，甚至配上 AI 的科技，所以很多的国家都不断的采买这个红旗的这个反导飞弹。对，好，那再来讲到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比较严正的，我就不去谈空对空的所谓的。现在大家知道很多国家，不管是这个印尼啊，这个我们讲巴基斯坦嘛，之前甚至卡达现在都点名要买 JAS， 它的意思就是 JAS 还配套过去当时打赢这个印度这个阵风飙风的这个所谓的霹雳15，它现在配上 PL17， 你知道吗？反正这个是这个飞机的问题。那我现在讲，还有一型我一直很注意的叫东风。各位注意一下，台湾曾经在 Nancy Pelosi 来了之后的几天，他8月2号来，这2022年，结果后来我们是不是有6区经验？1、2、3、5、6、7，因为他们把4拿掉。请问一下，打到的只有西边吗？没有啊，他有第一岛链的右边，他在右边有5、6、7这个地方，请注意一下，这5、6、7如果折2/3会打到哪里？各位你去算一下，他可能会打到台中、打到高雄等等的。请问在这之前，有任何人手机刚刚响吗？所以我们政府有告诉我们，哇，有 missile 来了吗？我跟你讲，很有趣的。后来的 satellite 就卫星，他都把它 missile 来，让我们想的好像大家很震惊。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就在台湾人其实该报的时候没报，不该报报。而这个重点，当然他不是要打台湾，他是给了 Nancy Pelosi 来说，你触破了我的底线，一个警示。那是什么飞弹？东风15。各位想想，东风17。它是超音速的，而且更厉害。我跟你讲，东风系列，那我觉得更可怕。其实啊，我觉得中国它现在要看的主要是世界还是第一把手的实力的这个美国啦。因为在2017年在军演的时候，当那个习近平呢到了内蒙古去的时候，那次军演他们布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就是把东风51扎在里面。东风51的射程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刚讲东风15也不过500公里，它打到台湾没问题。15000公里，或者东风11 14000公里。请问一下，北京洛杉矶、北京旧金山多远？8900公里，以及到洛杉矶9000出公里。我跟你讲，都打到了。所以今天假设你的防空飞弹啊，而且刚刚也讲到一个重点，美国现在做所有东西不是成本高，就是量你起不来嘛，因为它制造后勤能力非常差，量少，成本高。
第二 quality 不一定比上中国，所以中国的一息两 Q 成本低 cost down， 然后呢 quantity quality 都很好之后，全球买单之外，让它更经济富足之外，最重要它在国防实力的抵御是越来越强。所以你看到现在在这样的比例之下，其实中国的确我讲说暴增的它的军事实力是真的。不过我觉得这黄金交叉还不止如此，各位去看一下哈，我们的后勤是讲制造业，美国要 MAGA 要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想办法呢用关税或用任何方法要把全球的制造业拉回去，把造船业从韩国、日本想把拉到这个巴尔的摩港或拉到宾州港，有用吗？缓不济急，因为它制造业本土制造业太差了，基础建设几乎都瓦解了，所以中国却相反是遍地开花，每个地方都很快。当然，我最后还是要讲一下，军事实力还不止比这个，比航空母舰啊，比其他的。你看，所有的航空母舰，即便现在航空母舰数目可能不比尼米兹福特舰高，可是你会发觉美国的都已经老旧了，动不动就坏。像福特号很严重，2007年下水之后不断出问题。而中国呢这边配套的驱逐舰的数量70多艘，甚至巡航舰的数量也比美国多，所以整个舰艇甚至整个出现的舰队出现不会输美国。所以美国当然它也要配上它的一些所谓的海鹰号这些无人机。也是必要的。文琪，我觉得来看红旗16，其实我没有太大的讶异。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亮点是，因为它虽然增加了射程，因为当时候的所谓红旗16是要取代近程的红旗7，还有中远程的红旗9，那它改良型嘛。可是今天重点是说，它到底是不是自身有这个能力，就击落所谓那个亮点，就是逆中的隐形的这个靶心。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察的重点，就是它的技术成分到底含金量有多高。至于我们看到所谓的歼20S 的这个所谓的重新变成一个核心，我坦白讲，这还是要经过实战的考验。我为什么这样讲？之前的所谓出口型的 VT4 的一个坦克在太检战争，后来发现它有炮管过热，甚至不符合当地的需要，因此你说它的所谓的6代机能不能够真的一个跨世代的部分，我觉得还需要接受考验。这也就刚刚我们讲，为什么在所谓的印巴空战最新的那个 F17，那已经是4代的。4代或4代半，然后再搭配空警500，竟然能够把5代的标风给打下来。因此，好的武器或者说适合的武器，我觉得要摆 case 来用，并不是说哇越高端的武器，因为越高端的武器，其实它的维修成本越重越大，所以这个必须要考量。至于我们看到的所谓的美国的这个 F47，基本上它是要取代所谓的猛禽 F22跟现在的 F35，但是它的一个实战的一个功能性。就如同我刚才讲，还是需要被检验。至于我们看到他们现在所谓要透过所谓的 AI， 我还是要奉劝一下美国啦，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教宗梁14世最近才发表一篇对 AI 的一个担忧的一个状况下，我劝一下美国人，基本上因为你看到川普是一个疯子，所以这个东西用得好，到底会不会对自己好不好？我觉得或对世界造成的一个灾难，大家继续看下去。至于我们看到比亚迪的一个机器人，我必须讲，我们要高度的警惕跟学习。曾几何时，我们的雅马哈或者是我们的这种三洋，为什么现在张雪机车能够一路猛飙？结果最近一个新闻，我不晓得启明你有没有注意到，馆长去称赞的时候，我们张雪机车的创办人说他不搞爱国主义的，我的东西好，自然而然就有人会买。所以重点是我们自己行不行？所以你看到对方的一个进步，你要想一想，那自己有没有什么短板可以一个进步？至于我看到说哇，现在说对于 AI， 刚刚我们提到，我请导播 take 一下最近的一个新闻。联合国的安理会，我们的德国说啊，他要争取这个非常任的理事国，就败北。好，败北的原因是为什么呢？跟大家报告，请导播这个 take 一下，因为他说，当盟友违法时，它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跟防卫权；当对手违法时，他说才是不可践踏的红线。换言之，这告诉我们什么？西方所谓的以规则为当做游戏规则，他们就是严重的道德双标。所以为什么会这样？所以美国跟德国人说啊，你不要，你们西方国家要跟着我啊。问题是，当我们看到俄乌战争一发生的时候，那个石油就欧盟说，我帮你打，就你卖给我的页岩油还要更贵。所以美国基本上就是一个虚伪的一个伪善的一个这个面具。所以我说，听美国人讲。听听就好，还是要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重。